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消息，1月29号，日本海上保安厅就美军在南海的打捞行动发出航行警告区警告，并披露了相关航行位置。按照日本方面的通报，打捞地点位于距离菲律宾以西约185英里、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以东350英里的南海北部海域。美国防务新闻2月1号用近乎气急败坏的语气称，因为这架最新科技战机的残骸包含有许多机密信息，为防止中俄方面抢先将其打捞出水，美国方面从未透露事发海域地点。言辞间对日本方面透露具体坠机地点非常不满，害怕中国借助地理优势抢先打捞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它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是美国的飞机自己出了事故栽进去的，那么这个海况就比较复杂。那么美国呢，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着急。我认为其他国家可能对于就打捞这样一架飞机啊，并不是像美国那么着急或者感兴趣。美国海军本周一证实，此前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 F-35C 坠海事故视频为真实，但也强调这并非经过官方授权。根据视频显示，一架 F-35C 在进行着舰时高度明显偏低，导致与航母甲板撞击，起落架全部折断后，在惯性作用下从甲板左侧滑出，变成一团火球跌入海中。视频中明显可以听到航母着舰指挥官在无线电中大声呼叫飞行员修正，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事故。此前1月28号，美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 F-35战机坠毁前最后几秒的视频。有军事专家指出，很有可能是因为视频发布者进行了删减，如果不进行删减，就会暴露美国海军航空兵在训练水平、硬件技术等方面的缺陷。同时，还有一张静止的照片显示，一架 F-35隐身战斗机漂浮在南海海面，驾驶舱打开，弹射座椅不见了。据 CNN 报道，美海军第7舰队证实，视频和照片是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同时，第7舰队声明称，美国海军正在安排于南海坠毁的 F-35C 战斗机的打捞行动。有观察指出，美军的深海打捞设备调集时间可能会长达数月。我们说美军现在我看到从夏威夷方向，包括从美国的本土，那要调一些这种所谓的深潜装备啊，这个过程可能要有，我看到美国方面说3到5个月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他要把这个相关的很多的重装设备、重装潜水的设备相关的区域调动，这个过程呢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不是 F-35系列战斗机首次发生坠海事故，也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炒作所谓抢捞话题。2021年11月，英军的一架 F-35B 战斗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起飞时坠入地中海。当时，美英担心俄罗斯出手参与打捞而破解 F-35战机的先进技术。但需要明确的是，美军此次的 F-35C 舰载机坠机的地点是在南海，打捞难度要比在地中海打捞 F-35B 战机大得多。日本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部公布的打捞地点水深约为11800英尺，也就是3594.64米，远超在地中海打捞 F-35B 的1600米。美军现在看来是想要在这个区域，我们说认真的对这个 F-35C 进行打捞，因为我们说这个区域的水深比地中海的水要深得多，那么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水深最大，那么当然水下的情况最复杂的海域。对于美军来讲呢，最后捞不捞得出来，我个人是很怀疑的啊。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军有先进的深海打捞设备，而且去年已经成功进行过2次深海打捞作业，包括去年3月在冲绳附近海域，从5814米的水下，将2020年1月25号坠海的一架 MH-60S 直升机打捞上来。去年12月又在地中海为英国打捞过 F-35B， 现在再捞一架 F-35C 也不算什么难事儿。众所周知，深海打捞最难的是定位，以及探明打捞目标周边的地貌和海况。美军有2款深海探测打捞装备 TPL-25 拖曳式声波定位仪，最大探测深度可达到6100米，可以通过搜寻黑匣子信号定位失事目标。蓝旗金枪鱼21型自主式水下航行器可潜入水下4500米深处，连续工作25个小时。但是由于这是一架
架比较先进的战机，而且同时呢，它是这个着舰的时候坠毁，它不是一种就是凌空爆炸，所以呢，它是个整机。那么如果又知道它在一个确切的什么位置，因为它坠机之后，马上 GPS 就可以显示它确定的位置，就可以用蓝旗金枪鱼这样的，就是无人潜航器来确定它的这个位置。那么，我想呢，美国它会采取各种方法吧，要把这架飞机给打捞上来。